5級火後嘅第3日，火完全救熄，冇火、冇煙、冇消防喉射水。幾座起火大樓呢幾日成為全世界關注嘅地標，災民亦都開始要喺未來一段時間適應離開安樂窩嘅生活。屋苑平台空地成為民間自發救援物資中心嘅集散地，衣物、乾糧、日用品、被氈一應俱全。義工自己畫咗物資地圖，分門別類，幫受影響人士易啲揾到所需嘅物品。除咗物資嘅援助，有社工同埋專家覺得災後情緒支援亦都好重要。啱啱災難之後，譬如可能係頭1-2個禮拜或者1個月，可能出現嘅症狀咧，譬如可以包括可以係個人好驚啦嚇，可以個腦海裏面咧不停重複有好多即係災難嘅畫面啦，可以發噩夢啦嚇，會有好多諗法，可能係啲好負面嘅諗法，譬如包括係我好危險啊，我會唔會死啊，或者係我好唔安全啊嚇，或者我好冇用，即係如果可以係我幫唔到人啊咁。我都有睇咗一個係佢即係嗰個災難嗰個現場，令佢一啲好久遠細個嘅都經歷過一啲災難嘅記憶就出翻嚟，然後即係佢都好迷茫，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咁我哋個角色多啲係穩定佢情緒啦，或者肯定翻，等佢唔使覺得自己係咪好奇怪啊嚇。即係我哋都好想話俾大家知係經歷咗咁大嘅災難，其實有咁多嘅情緒，有好多嘅起伏啊，唔係代表唔正常，唔係代表怪，其實係 OK 嘅嚇。如果真係有需要，我哋都會喺度咯，喺度 support 住佢哋咯。義工話：雖然佢哋未必提供到最專業嘅心理輔導，但係都想召集有社工背景嘅朋友同災民傾下偈。我哋有分唔同嘅，即係去唔同嘅社區中心嗰度咧，嘗試去接觸唔同嘅災民咁樣啦。咁我哋主要嘅工作其實都係陪伴佢哋，同埋去協助 NGO 嘅安排咁樣嘅。咁但係初步見到其實佢哋嘅都真係唔係好開心啦，同埋佢哋都幾depress 下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嘅工作都希望可以去陪伴佢哋啦，俾佢哋知道係有人去同佢哋同行緊咁樣係啦。我收到消息話呢度都需要人幫手做情緒舒緩，咁我自己本身都做開啲類似嘅工作，咁啱啱呢段時間鬆動，咁啊想過嚟睇下幫到啲乜嘢咁樣咯，陪下佢哋啦，俾佢哋傾訴啦嚇，咁我諗呢個係最緊要嘅嚇。外傭互助組織亦都喺度擺檔，希望可以同聲同氣咁支援同工。我哋聽到大部分咧，即係暫時安全啦，獲救嘅工人咧都係好匆忙啦，所以有啲係冇電話啦，冇合約啊，冇個人嘅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喺身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就比較擔心啊，即係例如啲護照啊、文件啊等等嘅嘢咁樣。即係如果你話中文嘅，即係一啲指示牌啊，做緊啲乜嘢啊，咩會堂啊嗰啲咧，咁係多啲嘅。即係我估佢哋嘅資訊上面，佢哋嘅接收真係少啲啦。我哋而家都有為佢哋提供一個熱線啦。我哋嘅義工啊，都幫我哋去整理咗好多英文嘅資料咯，咁樣。呢次火災有2個外傭死亡，30個失蹤。即使成功逃生嘅，亦難免有災後創傷。琴日我哋見到一個，佢都話其實佢哋都幾創傷嘅，因為有好多即係雖然自己逃生到啦，咁就知道後面嘅人咧，即係已經冇 lift 啦，所以佢哋有啲都話去到琴日咧都食唔到嘢，瞓唔到覺咁樣。我哋都有同佢哋講話睇下佢哋有冇需要，我哋再聯絡佢哋啊，提供一啲心理輔導啊，或者一啲嘅精神支援啊咁樣。
屋苑有唔少上咗年紀嘅住客，外傭係主要嘅照顧者。即係嗰度已經係老人村嚟㗎啦，我哋老人家多啊！即係因為我哋後生嗰時搬入嚟，咁你住咗幾廿年，你係咪變老人咧？咁啲仔女大啦，個個咪出晒去做嘢咯，搬走晒咁，所以好多我諗燒死嗰啲咧，都係不良於行啊，或者焗親啊。鄧生鄧太亦都接近70歲，佢話呢個屋苑都住咗唔少年紀大嘅街坊。雖然今次火災冇事，但係佢哋年紀大又冇經濟能力，擔心賠償不足。之前佢哋每戶已經夾咗10幾萬做大維修，佢哋覺得呢筆錢亦都唔會攞得返。我哋要俾18萬幾，但係我哋仲爭1期就未交完㗎啦，已經咪就咁。因為我哋嗰個單位係大，所以嘅分貝率咧就比較多。政府會向災民派發1萬蚊應急補助金，下星期又會派發5萬蚊生活津貼。另外，亦都有其他商界同非牟利團體提供嘅救災基金可以申請。鄧生鄧太準備申請其他援助，佢哋話連日靠市民捐嚟嘅物資，總算暫時解決咗生活嘅燃眉之急。物資足夠，甚至有多。義工話開始暫時停止再收物資。即係我哋啱啱數咗，就可能大概50幾箱嘅衛生巾啦，跟住然後又有可能10零箱嘅口罩咁樣咯，即係暫時都充足嘅。某一啲啦，某一啲物資就多過嘅，譬如廁所用品啊啲都夠咯，係啦，有啲夠，有啲比較 marginal 嘅，你想像唔到嘅，譬如要窗簾啊，有啲會有其他需要，咁嗰啲就一時之間未諗到嘅嗰啲就。今次籌集物資都係由民間自發，冇大台統籌之下，會唔會造成浪費？又或者同關愛隊以及其他組織做嘅嘢重複？民間組織有民間組織嘅好嘅，因為大家可以一呼百應，有啲咩個彈性大啲咯，彈性大啲，有啲咩唔夠嘅話，網上高一 call 就咁就會有咯，就唔需要好多程序上嗰個嘢，係啦。不過平台上開始出現呢啲呼籲，希望唔係災民嘅街坊唔好嚟攞救援物資。我自己就暫時冇乜見到嘅，但係我有聽過就係都幾誇張嘅，即係可能嚟咗10次咁樣啊，跟住就可能攞住啲車仔咁樣去過嚟咁樣咯。但係啱啱即係我在場嘅時候都冇乜呢啲情況嘅，我見到就係，但係可能再做啲就會多少少啦。而喺東昌體育館嘅臨時庇護中心，義工仲開始運走部分物資。社交媒體一度流傳，庇護中心會交由關愛隊管理。我哋7點前要清洗場啦，跟住就係所有義工都唔可以進入所有佢哋嗰啲場地啦。咁同埋都講明，即係總之就關愛隊就已經喺度啦，咁就所以我哋唔得去啦咁樣咯。如果咪就會咧報警啊，講我哋就街坊就聽到呢件事咯。咁我哋就過嚟睇下發生咩事，點解唔俾我哋義工團隊過去？因為我都係義工嚟嘅，咁樣去趕人走係好離譜咯，同埋報警。咁你點解要話我哋非法集結咯？呢樣嘢。大家都係齊心協力幫大埔嘅居民，係咪？呢個消息未經證實，但在場有人呼籲做好準備。咁麻煩咧，我見到現場實在太多人啦，麻煩如果配合我嘅話，可以麻煩離開現場。我想疏通翻個人道呢個管理啊，唔該。另外一點啊，就係希望大家而家強制休息15分鐘或者30分鐘。因為視乎而家我見到大家太過緊張，亦都太過不安啦。咁我唔希望呢件事發生，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靜一下，休息同自己去好好咁樣溝通下。呢啲由民間自發籌集得嚟嘅物資，如果派剩，義工都話暫時未有計劃點樣處理，亦唔知會唔會交俾有關部門統籌處理或者協助派發。不過，義工決定暫時停止收集物資，呼籲市民唔需要再捐禮。個
各位大埔嘅街坊，你哋好啊！我哋而家做緊一個有關於大埔火災嘅聯署，希望政府去徹底調查今次嘅事件。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可以幫手拎份單張睇睇先啊，唔該。Thank you。有市民發起聯署，列出4項訴求，包括要求當局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火災嘅起因同背後係咪制度有問題，唔好咁快下結論同竹棚有關。我哋覺得政府係應該係聆聽居民嘅需要，並且按佢哋嘅需要去安置佢哋。呢個安置嘅工作，我相信唔係淨係俾一個佢哋有瓦遮頭咁簡單。佢哋依家受緊嘅係身體上、心靈上、社交上，即係各樣嘢方面都係受到創傷。而呢個創傷唔係俾錢，唔係俾咗有瓦遮頭就可以。所以真係需要去聆聽居民嘅需求，然後唔喺呢個時候去無端端去將呢一個責任係怪罪於竹棚呢啲咁無稽嘅嘢。火救熄咗，居民都期望解封後，當局可以入去搜證，揾出真相，還居民同死者一個公道。即係我哋嗰時呢個大維修已經搞咗好多年，我哋開咗好多次會啦，已經即係嗰啲小業主去嚇。咁你承建商講所有嘢都唔對版。慢慢你一把火就8座燒咗就7座，咁佢應該出嚟對我有一個交代發生咩事，係咪燃料有問題啊，定係人為啊，即係定係天災啊，定係人禍，而家都冇人知，就係咁簡單。有中學生就用行動嚟表態。我寫呢塊牌出嚟就係想俾更加多人知道，竹棚唔係問題，個問題係人為。而家呢個時代抗議呢樣嘢就唔多見嘅，咁我覺得點都要有個人出嚟做，因為如果冇人做嘅話，呢種公民意識好快就會消失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嘅職責。